凉风原作是咋完结的呢？为了避免联想太多，这里先声明一下啊，这说的是个动漫，不是这个 UP 主，别乱联想啊。首先，凉风是赖伟公治老师于2004年至2007年期间在讲谈社少年 Marketing 上连载的一部漫画作品。同时，凉风也是赖伟老师打02年出道之后第一部爆红并被改编成动画的漫画作品。第二部爆红的就是08年连载的《有你的小镇》，俗称 NT2 小镇。所以后来在赖老师连载第3部爆红的作品《风夏》的时候，这前2作的男女主均作为配角在《风夏》中出场客串过，所以我愿称之为这3部作品是赖老师的爱之胃痛3部曲。顺带一提，现在赖老师还在画漫画，最近连载的是这部《女神咖啡厅》。是的啊，他也被动画化了。喜欢牛头人的各位观众大佬可千万别错过了这部神作说回到凉风这部作品来，我们2005年看到的26集 TV 动画版实际只翻拍了漫画的前72话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而实际这部漫画共出了166话，发行了18卷单行本。漫画其实分为2个大的章节，第一章是从第0话到第120话为男女组的高1篇，第2章是120话到166话是男女组高3之后的故事。动画的结尾实际上连第1章的故事它都还没有讲完，这里就简单的叙述一下动画结尾时候的状态。首先，女主凉风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隔阂，拉着男主大河跑到了当初自己暗恋的学长坟前进行祭拜，并主动的在学长坟前告知凉风他未来打算要和大河交往。打这之后，2个人发现彼此是双向奔赴的，并正式成为了男女朋友。动画演到这就结束了。而紧接在这个剧情之后，女2号樱井萌果见自己已经没有了机会，便辞去了田径部经理的职位，跟自己的好闺蜜去当模特去了。打这之后，萌果就再也没有缠过大河。不过凉风和大河的恋情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首先，大河这个人平时做事儿就马马虎虎的举个例子，本来大河想要预祝凉风跳高比赛顺利，结果大河去神社里求护身符，求回来了一个安产顺利的护身符就这么送给了凉风了。虽然这个性格缺陷一开始看起来不算什么，但这个性格和这个事儿贯穿全文，是后面故事的巨大伏笔这里就留个扣，后面我们再展开细说。总之，此时田径方面凉风发挥的越来越好，甚至被学校安排参加了大学优选生的特训。凉风特训期间，大河本想体现一下自己的男友力，特地在特训的附近一直等着凉风，哪知道大河的好基友正好在搞联谊，又正好缺人的时候遇到了大河，于是大河就这样被基友拖去参加了联谊会，顺带认识了一个性格很洒脱的妹子结衣。偏偏联谊会结束的时候，结衣还特别黏人的缠着大河，导致这一幕正好被凉风给撞见了。于是2人互相认为对方劈腿，闹起了矛盾。而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大河又跟结衣一起出去玩了就是很巧，圣诞节凉风他又忙着特训去了，而大河又被基友拉着去联谊，所以导致又跟结衣见面了。大河是逼不得已，又被逼着跟结衣一起玩了一趟。不过就算这样，大河心里还是想着凉风，所以大河明确跟结衣表态，心里还是想着自己的女朋友凉风。在当夜，大河特地跑去了凉风集训的宿舍送圣诞礼物，这才把凉风引了出来。2人坐下来好好谈了一下，才把劈腿的误会给解开。2人就算闹了这么一场矛盾，其实感情也没有到破裂的地步，但2个人的感情裂隙却是从动画里的那个黑皮学姐引发出来的。此时此刻的黑皮学姐重新打扮了一下，看起来像个正经人一样了。原来黑皮学姐一直暗恋一个学长，但是黑皮学姐却总是用暧昧的话让学长以为她跟黑皮姐只是义兄妹的关系，因为感情上总是失忆，这才导致后来黑皮学姐放飞自我，成了动画里的那个死样子。但现在这个学长已经进入社会，并且在做体育用品推销的工作，而黑皮学姐想借着大河这个体育生的关系，趁学长业务会接触到高校体育生的这个机会，重新跟学长建立起亲密关系。但巧的是，这个学长被公司派来，实际是为了找凉风代言他们公司的体育用品。为此，学长他们公司还给凉风提供了去美国集训留学的机会。起初，凉风害怕自己异地恋，还在犹豫不决，一直不肯把这个留学的事情告诉大河。而大河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还特地跑来跟凉风大吵了一架，说什么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不把留学的事情直接
告诉自己之类的。不过后来双方都冷静下来以后，大河从梁峰那里得知，梁峰是因为既想出国深造，又害怕断了自己和大河的关系，才摇摆不定，不愿意说的。大河一看梁峰这么在意自己，决定要更加疼爱梁峰，于是大河决定全力支持梁峰出国。不过就是一个短短的1年的留学深造嘛，大河坚信自己和梁峰的感情不会因此中断的。但是大河发现这1年里面要想跟梁峰保持关系，打电话的费用实在是太昂贵了，最好还是要买一台电脑，网络聊天会比较实惠。为了买电脑，大河一边参加社团，一边到处找打工的地方，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肯1周只需要去打工1次的店铺，结果这个店铺就是之前联谊的妹子杰伊他爸爸开的店。原来杰伊是单亲家庭，爸爸又总是忙着生意，所以杰伊的性格才那么的奔放。不过也托杰伊的关系，大河终于找到了肯收留自己的打工的地方。但因为又要参加社团又要打工，忙的大河几乎很少跟梁峰出去约会，而偏偏大河厨艺惊人，又被杰伊的爸爸委以重任，使得大河甚至打工的频次都逐渐超过了社团活动。而又恰巧在梁峰生日的那一天，杰伊生病了，店里忙不过来，大河又正好把梁峰的生日给忘了，导致大河替店长跑去照顾生病的杰伊时没有联系梁峰。好在梁峰深明大义，最终选择搬出了宿舍不过不用急梁峰是因为马上要出国了，所以打算出国前选择回家住，好做一些准备。而且在大河生日的那一天，梁峰还是跑来找大河，并跟大河一起约会吃饭，并在最终把大河给甩了。当时大河人就傻了，完全不知所措的那种，导致大河硬是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伤心难过了好几天，还因此化悲愤为动力，导致大河田径赛跑出了好成绩。幸亏梁峰的好闺蜜跑来劝解大河，大河这才反应过来要挽留梁峰。结果大河是在梁峰登机去国外前的最后一刻才赶到机场，并说出了心里话，但为了赶飞机，梁峰只留下了一句笨蛋后便悄然离去。大河顿感彻底被甩了，人恍惚了好几天都没有去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大河会翘班的杰伊联系了好基友后，得知了大河分手的事情。杰伊这个妹子性格本身就很奇怪，当初知道大河和梁峰交往的时候，就天天硬是要跟大河贴贴。现如今知道大河分手了，杰伊那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跑到了大河家把衣服给脱了。杰伊直接跟大河告了白，并希望这样能够安慰到大河，而大河更是把杰伊按在了床上，说女人你这是在玩火。杰伊表示是你的话我怎么样都可以。于是大河给杰伊重新披上了衣服，并用行动表示打这之后两人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杰伊深感自己的行为太过混蛋了，就把大河的工资留给了大河之后逃走，再也没有在大河面前出现过。而大河拿到工资以后直接全捐给了神社去了，并且在神社大河还偶遇了女2号蒙果。在蒙果的鼓励之下，大河这才重新振作了起来，并把心思重新放在了赛跑上。最终大河被委以重任，成为了社团队长。梁峰的第1部故事就此也正式的落下了尾声。接着就是120话到166话的第2部故事，时间直接跳到了1年后。此时大河已经到了高3，并准备社团退役，好好准备上大学的事情。但是大河的桃花劫此时又开始了。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了3个女人，第一个是女2号蒙果，因为在当模特的蒙果难得有休息的时候，而大河的社团又打算搞一个高3退役的送别会，于是大河邀约蒙果一起参加了社团的海滩之旅。本来大河旧情复燃，是想跟蒙果再续前缘的，但偏偏大河被告白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打了个哈哈。结果最终蒙果明确表示咱以后别再见面了，我男朋友会不高兴的。是的，大河犹豫之后，蒙果就跟别的男人交往了，搞得大河深受打击。第2个是梁峰，梁峰突然像一个没事人一样又住回到了大河他所在的这个宿舍，并且仿佛老友一样完全没有在意自己曾甩了大河这件事儿，搞得很在意的大河显得像一个小丑。第3个是大河初中时候告白过的一个妹子，叫孝熙。这个妹子当初也甩过大河至少大河是这么认为的。但孝熙此时打算考东都大学，特地高3到了大河的城市，住进了大河所在的宿舍，来大河的城市参观旅游。而大河本来也被东都大学以体育特长生免试推荐入学，这事被孝熙知道以后，孝熙就明里暗里的暗送秋波，
果表面看起来像是在损大河当年多么的蠢，但心里实际是希望能跟大河去上同一所大学，旧情复燃。但最终孝熙还是看出了大河心里一直住着梁峰，最终选择了黯然离场。而令大河最后下定决心重新追回梁峰的事，其实还是黑皮学姐导致的。梁峰回来以后，黑皮姐的学长也从国外出差回到了日本。本来黑皮姐想故技重施，拉近自己跟学长的距离，但聊天中大河得知了学长一直是把黑皮姐当妹妹看待后，大河急得拖着黑皮姐当着学长的面说出了黑皮姐暗恋的事情。真相败露后，黑皮姐没忍住抽了吊着自己的男人一巴掌。学长当时感动的就说：对不起，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算是彻底扼杀了黑皮姐的多年的幻想。从此黑皮姐彻底放飞自我，回归了酗酒的每一天。但这事儿也彻底的刺激了大河，明白了要珍惜当下。于是大河不仅选择要重新报考梁峰选择的西都大学，甚至大河主动跟梁峰谈心，希望恢复交往的关系。而梁峰也明确表明自己是不希望和大河交往以后又变成以前那种互相不理解、每天吵架的日常，才不肯复合的。实际上梁峰心里面也依旧喜欢着大河。一看这样，大河使出了死缠烂打的招式，梁峰也是被说的心软，当时就给大河一个升龙拳。同时梁峰跟大河表示，我的本性是很任性的，你能彻底适应吗？大河也是用嘴堵住了梁峰的任性，最终两人又彻底的复合，成为了情侣。复合后两人的交往很顺利，甚至大河还见到了梁峰的爸妈。而为了帮大河能考上西都大，梁峰还特地帮大河进行了补习。本来大河的学长以及周边的朋友都看好大河，甚至连大河的竞争对手也看好大河，希望他考上大学以后能在田径方面大放异彩。结果大河的基友突然问大河，你是那什么无能吗？原来仔细一想，大河连续好几任女朋友接吻的次数都没有超过3次以上，换一般男女朋友应该早就做过那什么了。于是大河面子挂不住，就跑去找攻略，一查才知道在日本第一次男生平均17岁，女生平均15岁。大河惊呼，日本年轻人都在瞎搞什么？但在攻略书的指导之下，大河用自己的毅力，最终还是成功的让梁峰打了自己一套升龙拳。原来梁峰其实对这个事儿非常的害羞，不过打这之后，大河知道自己做的不对，所以在努力道歉之后，大河终于选择关灯了。而梁峰最后也从了大河，两人正式发展成为了那样的关系。但是临近高考，大河和梁峰想要单独的出去旅个行，但是因为梁峰的家教比较严格，梁峰只能让朋友骗自己的父母，说自己是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的。结果最后事情还是败露了，惹得梁峰的父母跑去找了大河他们，硬是把梁峰带回了家，想要强行拆散大河和梁峰。不过好在大河不懈努力的道歉之下，梁峰的父亲终于心软，让梁峰又重新与大河见了面。结果见面没多久，梁峰告诉大河自己怀孕3个月了。而大河好不容易参加了甄选，眼看男女主都要被西都大学给录取了，大河却开始犹豫要不要把孩子给打掉。这份犹豫甚至导致大河在体育训练的时候成绩不佳。在大河的竞争对手被学长派来询问情况的时候，大河把梁峰怀孕的事情说了出来。竞争对手直言不讳说，换他肯定会选择事业，一定会要求把孩子给打掉的。大河一听这话就跟竞争对手打了起来，甚至还问对方，你这样做还是不是人？竞争对手也是没有惯着大河，反手就把大河打了一顿，并说不是人的是你好吗？大河也明白自己是最混蛋的那个，于是后来大河又跟梁峰单独约谈，并表示我会负责到底的，这孩子就别打了，生下来吧，我养你们。梁峰本来也很惊讶，这个选择等于断送了2个人的大好前程，但是看到大河如此愿意负责养自己一辈子，最终梁峰选择了爱情，放弃了事业，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大河也很男人的负起了责，向所有人坦白了自己的过错，最终得到了高中老师、双方父母，甚至涵盖推荐大学等等众人的原谅。但大学最终大河还是没上成，但托黑皮学姐学长的关系，大河被推荐到了某家公司的商业田径队中任职，也算有了收入来源。最终梁峰也与大河住到了一起，并结了婚，共同抚养他们的孩子风夏。在大家的祝福以及大河夫妇的自我鼓励下，全篇故事到这里正式的落下了尾声。话说跟大河作对的人过得都挺好的，不是当国家队了就是事业有成。这算喜剧还是算悲剧
总之，综上就是梁峰这部动漫作品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剧情啊。各位觉得这样的故事怎么样呢？以及各位观众老爷们还想知道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